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NVIDIA 和台积电在美国开始生产 Blackwell AI 芯片。据 Axios 报道，10月18日，英伟达 CEO 黄仁勋亲赴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工厂，庆祝首片美国本土制造的 Blackwell 晶圆下线。黄仁勋向数百名台积电员工宣称，全球最重要的 AI 芯片，如今在美国本土生产。英伟达计划未来4年内通过与台积电、富士康等合作伙伴，在美国生产价值5000亿美元的 AI 基础设施，这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在工业化战略的首批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英伟达此举正值特朗普对多国实施高额关税之际，虽然半导体已暂时获得豁免，这次本土化生产能否真正摆脱对海外供应链的依赖？业内专家指出，尽管晶圆在美国制造，但先进封装仍需运回台湾完成。科技分析师警告，每个 Blackwell 机架需要来自350家工厂的150万个组件，供应链瓶颈风险依然存在。法国引领全球风力发电航运创新，助力实现海上脱碳。据能源混合报道，法国制造的货轮 Nialaner Origin 号配备2个高耸的玻璃纤维帆，目标是将北大西洋航线的碳排放削减 80%。这艘136米长的滚装船可运载5300吨货物，仅靠风帆动力就能减排 60%到70%， 再结合电动马达和废热回收技术，额外降低 10%到20%排放。2024年3月，法国政府签署风力辅助推进协议，该生态系统已投资10亿欧元于风帆项目，计划未来5年再翻一番。雷诺、轩尼诗干邑等法国企业已成为客户。对比传统航运业每年排放 9.4 亿吨二氧化碳，法国投入3亿欧元公共资金，显示其海事脱碳雄心。风帆技术能否颠覆依赖重油的现代航运业？航运融资专家指出，大型国际船运公司普遍不愿投资风帆船，因技术不确定性和额外成本。海事论坛专家强调，电气化对远洋船舶根本不现实，风力推进是少数绿色替代方案。中美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以缓和潜在的关税战。据马尼拉时报报道，中美10月19日同意于下周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将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贝森特强调，100%关税不一定要发生，可在11月1日截止日前延迟或取消。此次谈判背景严峻，10月9日中国收紧稀土金属出口管制。特朗普随即威胁从11月1日起对华加征100%关税，如无协议，美国对华关税可能飙至145%，中国报复性关税达125%，几乎等同贸易禁运。双方此前在多地举行会谈，但今年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承诺全面关税，导致中美关税一度升至3位数。对比9月达成的90天休战协议，如今双方又陷入针锋相对，中美能否在11月1日前达成协议？贸易专家指出，中国对全球稀土市场的垄断地位已被证明是对美国产业的有效杠杆。前奥巴马政府贸易代表表示，用关税迫使中国根本改变经济战略的可行性仍不明朗。荷兰政府收购 Nexperia 后，中国禁止其芯片出口。据 NL Times 报道，10月14日，荷兰政府动用冷战时期紧急法律接管中资芯片制造商 Nexperia 后，中国立即实施出口禁令作为报复。荷兰政府罢免了 Nexperia CEO 中国文泰科技董事长张学正，并任命独立管理人接管投票权，理由是严重的管理缺陷和防止关键技术外流。中国商务部从10月4日起禁止 Nexperia 中国子公司出口特定芯片，直接影响其位于广东东莞年产能超500亿颗芯片的工厂。这是荷兰首次动用该法律接管私营企业。Nexperia 是全球最大的基础芯片制造商之一，专门生产汽车和消费电子产品所需的二极管和晶体管。此举凸显中美科技战的连锁反应。这场芯片争夺战会将欧洲推向何方？地缘政治专家指出，荷兰陷入两难困境，配合美国则失去中国市场。
与中国合作则面临华盛顿压力。中共官媒怒斥荷兰践踏国际规则，警告不要低估中国捍卫利益的决心。5. 谷歌逐步取消针对 Chrome 用户的隐私保护计划。据隐私新闻网站报道，2025年4月，谷歌宣布放弃原定全面淘汰 Chrome 第三方 Cookie 的计划，改为让用户自主选择是否屏蔽 Cookie， 但不会推出独立提示窗口。这意味着大多数用户将继续被默认追踪。谷歌自2020年承诺淘汰第三方 Cookie 以来，已多次推迟时间表，如今直接违背承诺。电子前沿基金会痛批谷歌的隐私沙盒计划是伪装成隐私保护的商业利益工具。谷歌 80% 收入来自广告，该技术将追踪控制权从第三方转移到谷歌手中，进一步巩固其广告垄断地位。研究人员发现，隐私沙盒的广告主题功能会根据浏览历史生成用户兴趣标签，这些标签可能暴露敏感的财务或健康信息。对比 Safari 和 Firefox 早已默认屏蔽第三方 Cookie，Chrome 成为主流浏览器中隐私保护最薄弱的一环。谷歌的隐私承诺还值得信任吗？隐私专家指出，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调查显示，隐私沙盒未能实现自己的隐私目标。前 EFF 研究员建议用户改用注重隐私的浏览器，或安装 Privacy Badger 等扩展程序。6. 荷兰情报机构与美国情报机构的信息共享减少，与欧洲情报机构的信息共享增加。据 NL Times 报道，10月18日，荷兰安全总局局长埃里克·阿克布姆和军事情报局局长彼得·雷辛克证实，荷兰情报机构正减少与美国 CIA 和 NSA 的信息共享，转而大幅加强与欧洲盟友的合作。雷辛克直言，我们有时不再告诉他们某些事情，这是事实。阿克布姆补充，有时必须逐案考虑，我还能不能分享这些信息。两位局长表示，这一转变源于对特朗普政府下美国情报界政治化和对人权尊重的担忧。同时，荷兰正聚焦于与英国、德国、法国和波兰等建立领先小组。乌克兰战争和俄罗斯威胁加速了这一多边情报伙伴关系。对比今年4月前高级官员呼吁重新评估与美国的合作，如今荷兰终于采取行动。阿克布姆警告，俄罗斯每年在荷兰成功实施数十次黑客攻击，而中国正迅速崛起为网络超级大国。这种欧洲优先的情报策略能否保障荷兰安全？情报分析师指出，荷兰面临艰难权衡，减少对美共享可能失去关键乌克兰战场情报，但无限制共享则面临隐私风险。前 EV 的局长建议，情报交换应有限且附加条件。7. 巴勒斯坦人返回加沙城被毁的家园。据卫报报道，10月10日加沙停火协议生效后，数万名巴勒斯坦人沿着海岸公路徒步返回加沙城，却发现家园已被夷为平地。联合国卫星中心评估显示，加沙城 83% 的建筑物遭损毁，其中17734栋建筑物被完全摧毁。返回者乌姆拉米卢巴德回忆，当我看到房子被夷为废墟时，心脏几乎停止跳动。31岁的侯塞姆马吉德在废墟中找到几件家具和一个大水箱，他扫开灰尘和瓦砾，搭起临时帐篷看守剩下的东西。联合国估计重建加沙需要700亿美元，可能耗时数十年。战争产生了至少5500万吨瓦砾。对比2023年10月战争爆发前，加沙城曾是繁华的经济中心，如今没有基础设施，没有电力，没有自来水。哈马斯卫生部称，战争造成超过 6.8 万人死亡。加沙人能否在这片废墟上重建家园？人道主义专家指出，尽管停火协议规定人道援助进入，但加沙北部仍严重缺乏饮用水、食物和医疗物资。国际危机组织警告，如果国际社会不兑现重建承诺，加沙可能成为永久的人道主义灾难区。8. 塔利班发言人称，阿富汗保留对巴基斯坦空袭做出回应的权利。据经济时报报道，10月9日晚，巴基斯坦对喀布尔、霍斯特、贾拉拉巴德和帕克蒂卡省实施空袭，目标是巴基斯坦塔利班领导人努尔瓦利麦赫苏德。10月11日夜，阿富汗塔利班报复性攻击巴基斯坦多个边境哨所。巴基斯坦声称占领21个阿富汗哨所，并击毙200多名武装分子。
而塔利班称击毙58名巴基斯坦士兵。双方在10月13日同意48小时停火，并计划在卡塔尔多哈举行和谈。但10月18日，巴基斯坦再次空袭帕克蒂卡省，造成8人死亡。阿富汗板球委员会随即宣布退出与巴基斯坦的3国 T20 板球赛。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强调，阿富汗保留对这些侵犯做出回应的权利，但为维护谈判团队尊严，暂时克制。对比2021年美国撤军后，两国曾保持稳定关系。如今巴基斯坦指责塔利班庇护 TTP， 而阿富汗谴责巴基斯坦暴力侵犯主权。这场冲突会否升级为全面战争？地缘政治专家指出，巴基斯坦面临两难，继续空袭可能引发全面战争，但不采取行动则无法遏制 TTP 威胁。国际危机组织警告，这场冲突的外溢效应可能波及整个南亚。9. 维也纳协议到期后，伊朗终止核计划限制。据费加罗报报道，10月18日，伊朗2015年核协议正式到期。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该协议的所有条款，包括对伊朗核计划的限制及相关机制，被视为已终止。该协议原本规定伊朗限制核活动以换取解除国际制裁，但2018年特朗普首次任期内，美国单方面退出。2025年6月，以色列和美国联合空袭伊朗核设施，导致谈判彻底破裂。7月，伊朗总统佩泽什基安签署法律，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所有合作，驱逐核查人员。IAEA 报告显示，伊朗是唯一没有核武器计划却将由浓缩至 60% 的国家，距离武器级 90% 仅一步之遥。9月28日，英法德3国推动联合国恢复对伊朗制裁。伊朗外长致信联合国称这些制裁无效。对比2015年协议签署时，伊朗同意接受核计划史上最严格监督，如今国际社会对其核计划完全失明。伊朗会否加速研发核武器？核不扩散专家指出，以色列认为伊朗已采取核武器化的紧迫步骤。国际危机组织表示，核协议已死亡多年，但快速恢复机制的到期正是埋葬了它。10. 爱荷华州男孩庆祝癌症因突破性免疫治疗药物而缓解。据98 Rock Online 报道，爱荷华州男孩加布弗勒在幼儿园时开始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烧和疼痛，被诊断为 B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最常见的儿童癌症。他成为德梅因布兰克儿童医院首批接受突破性免疫治疗药物 Blinetrimab 治疗的儿童之一。去年底，该药物临床试验因效果显著提前结束，如今已成为治疗该病的标准疗法。Blinetrimab 与化疗联合使用，但毒性更低，能做化疗无法做到的是，它将这种白血病的治愈率从略低于 90% 提升至远超 95%， 对加布这样的疑难病例格外有效。该药物帮助加布将癌细胞降至足够低的水平，使他能够接受骨髓移植。对比传统化疗需要3年漫长疗程且副作用严重， Blinetrimab 代表着儿童癌症治疗的革命性转变。加布的移植被认为成功有效，这种免疫治疗能否彻底改变儿童癌症的治疗前景？肿瘤学专家指出，免疫治疗正在迅速扩展至多种儿童癌症。2025年有超过120项 RNA 癌症疫苗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但成本仍是障碍，每位患者治疗费用超过10万美元。11.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警告称，对印度挑衅的回应将超出预期。据商业今日报报道，10月18日，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西耶德·阿西姆·穆尼尔元帅在阿伯塔巴德巴基斯坦军事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最具战斗性演讲，警告印度即使是轻微挑衅，也将引发超比例的决定性回应。穆尼尔强调，我坚决警告印度军方领导层，在核武环境中没有战争的空间，即使是轻微挑衅，也将得到超比例的决定性回应。他声称，巴基斯坦在今年5月与印度的短暂军事冲突中取得明确胜利，并警告任何新一轮敌对行动的责任及其灾难性后果将完全由印度承担。穆尼尔还指责印度利用恐怖主义作为武器破坏巴基斯坦稳定。对比两国曾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保持克制对话，如今印度空军参谋长声称5月冲突中击落5架巴基斯坦战机。
而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警告印度可能玩肮脏游戏，这标志着南亚核武邻国关系跌至冰点，巴印会否滑向全面战争边缘？地缘政治专家指出，巴基斯坦面临双重困境，对内应对 TTP 恐怖袭击，对外面临印度军事压力。国际危机组织专家警告，这场冲突的外溢效应可能波及整个南亚，美国和中国都将被迫选边站。美国法院命令以色列间谍软件公司 NSO 停止针对 WhatsApp 用户。据以色列时报报道，10月18日，美国加州地方法院法官菲利斯·汉密尔顿发布永久禁令，禁止以色列 NSO 集团继续针对 WhatsApp 用户植入间谍软件，但将陪审团裁定的 1.67 亿美元惩罚性赔偿削减至400万美元，减少 97%。法官裁定 NSO 的行为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且无争议的是该行为正在持续，因此批准 Meta 提出的永久禁令。证据显示 NSO 逆向工程 WhatsApp 代码，秘密在用户手机上安装 Pegasus 间谍软件，并反复重新设计以逃避检测和绕过安全修复。Meta 于2019年起诉 NSO， 指控其利用 WhatsApp 监控1400名记者、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对比 NSO 声称其产品仅用于打击恐怖主义和严重犯罪，独立专家指出，该软件被多个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用于监控意见人士。这项禁令能否真正阻止 NSO 继续监控？网络安全专家指出，法官拒绝将禁令扩展至 Meta 其他产品。理由是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类似伤害正在这些平台发生。NSO 回应称禁令不适用于 NSO 客户。隐私倡导者警告 ，NSO 可能转向 Signal、Telegram 等其他加密通讯应用。加沙停火后武装冲突持续，哈马斯拒绝解除武装。据半岛电视台报道，10月10日加沙停火协议生效后，暴力冲突并未完全停止。10月12日，哈马斯安全部队与当地武装派别在加沙城萨布拉社区爆发激烈冲突，造成至少27人死亡，其中包括8名哈马斯成员。28岁的巴勒斯坦记者萨利赫·阿尔贾法拉维在报道冲突时不幸遇难。与此同时，哈马斯政治局高级成员马祖克明确表态，解除武装是特朗普和平计划第2阶段的核心条款，但哈马斯坚决拒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哈马斯将被解除武装，加沙将实现非军事化，要么通过外交途径，要么由我们用军事手段实现。对比今年1月第2次停火协议破裂后，以色列3月发动突然袭击，如今第3次停火脆弱不堪，以色列仍控制加沙 50% 以上领土，而哈马斯坚称这在未来不可接受。特朗普和平计划要求验证哈马斯解除武装，建立国际安全部队和替代治理结构，停火能否维持？中东问题专家指出，以色列安全官员坚持必须保持对加沙战略区域的地理控制。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高呼，加沙将有犹太定居点，因为没有定居点就没有安全，政治真空必须由有能力的治理机构填补。Joe 利用回收的中国 PL-15 导弹的经验改进了阿斯特拉导弹。据印度时报报道，5月9日，巴基斯坦空军在辛杜尔行动期间从 GF-17 或 J-10C 战机发射的中国制 PL-15以远程空对空导弹在旁遮普邦或西亚普尔附近完整坠落未爆炸，因该武器缺乏自毁机制。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抓住这一罕见情报机会，对该导弹进行深入分析后，决定将其先进技术应用于本土阿斯特拉 Mark 2项目。消息人士透露，发现了多项优越性能，微型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系统，能维持5马赫以上速度的先进推进剂，以及复杂的抗干扰能力。这些技术正被整合到印度阿斯特拉导弹研发计划中。对比巴基斯坦目前正寻求从中国采购更远程的 PL-17 导弹和土耳其耶哈无人机，印度辛杜尔行动中的布拉莫斯、Rampage 和 Scalp 导弹表现出色。印度还计划为阵风战机采购更多流星导弹，同时研发射程800公里的新一代布拉莫斯。这次逆向工程能否让印度导弹技术实现质的飞跃？防务专家指出，Joe 高级官员驳斥了 PL-15E 的技术优越性说法，称几乎没什么可复制的。然而，
回收的碎片中包含几乎完整的推进系统、数据链模块、惯性导航单元和 AESA 导引头。15. Facebook 的新 AI 功能可在美国和加拿大推荐您相机胶卷中的照片和编辑内容。据 TechCrunch 报道，10月17日，Facebook 向美国和加拿大所有用户推出新的 Meta AI 照片建议功能，允许其 AI 推荐编辑存储在用户相机胶卷中的图像，即使这些照片从未分享过。该功能目前仅限选择加入。Facebook 应用会弹出权限对话框，请求访问允许云处理，以便用户可以从相机胶卷获得为您量身定制的创意想法，包括拼贴画、回顾、AI 重新风格化、生日主题等。为使 AI 正常工作， Facebook 应用会持续将图像从设备上传到云端。Meta 承诺用户的媒体不会用于广告定位，也不会用于改进其 AI 系统，除非用户采取编辑媒体或与朋友分享编辑照片的步骤。对比 Meta 此前宣布将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公开分享的数据上训练其图像识别 AI， 这次功能扩展到了未分享的相机胶卷照片。研究人员发现，如果用户选择分享 AI 创建的内容，这些图像将被用于 AI 训练。这项功能是便利创新，还是窃取用户隐私数据的又一步？隐私专家警告，该功能代表了与 AI 提供商分享个人媒体的滑坡效应。隐私倡导者建议，不想图像被 AI 训练的用户应避免启用该功能，并在设置中完全限制 Facebook 访问相机胶卷。16. 美国各地城镇数千人抗议威权主义。美国各地数百万人抗议特朗普政府。据《时代》杂志报道，2025年10月18日，数千万美国公民在全国范围内参与代号为 No Kings 无国王的大型游行示威，在50个州的超过2600个城镇同时发生，抗议唐纳德·特朗普政府被指越来越向威权主义倾斜。核心事件是，示威者走上街头，高举总统不是国王标语，呼吁捍卫民主与宪法保障。具体措施包括多个团体联合发起，采用黄色服饰作为象征，并在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组织100万人规模集会。背景分析，从2018到2019年中美贸易战时代的关税战，转到如今美国内部对行政权力扩张的警惕。历史关联上，过去美国也曾经历如1999年反全球化抗议那样的大规模行动，但这次从内而外指向自己国家的制度风险显得格外紧迫。那么，这场声势浩大的抗议将对特朗普政府的民主合法性造成什么长期冲击？专家指出，此次抗议或标志美国公民政治动员进入非选举时代的新常态。17. 美国陪审团裁定法国巴黎银行支付2000万美元，因其助长了苏丹的暴行。据洛杉矶时报报道，2025年10月18日，美国纽约联邦陪审团裁定法国巴黎银行 BNP Paribas 向3名在苏丹被迫流离失所的美国公民赔偿约250万美元，认定该银行曾在2002到2008年期间协助苏丹政府通过美国金融系统实施对达尔富尔地区的大规模迫害。核心事件为，被告银行被判定帮助暴行，未履行制裁义务。具体细节包括3位原告分别获赔约670万至730万美元，案件可能扩展至约 2.3 万名在美苏丹难民集体诉讼。背景分析，自2014年该行因违反对苏丹、古巴、伊朗制裁支付近90亿美元罚款后，此次判决更将金融机构与人权责任紧密绑定。历史关联来说，这是继20世纪末落实企业社会责任风潮后的又一次里程碑，从仅关注环境或劳工，到追责参与暴行的银行。那么，这项判决是否将开启全球金融机构承担政治暴行责任的新纪元？法律界分析指出，这可能成为银行及责任主体的制度转折点。18. 巴勒斯坦驻埃及大使馆宣布拉法口岸周一重新开放，供加沙返回者使用。据路透社报道，2025年10月18日，驻埃及的巴勒斯坦大使馆宣布，连接加沙地带与埃及的拉法口岸将于周一重新开放，允许加沙地带的人员从埃及返回。核心事件，长期关闭的唯一对外通道拟再次开启，象征人道与政治转折。具体细节包括，大使馆称登记返回人数非常庞大，
但没提供确切数字。以色列方面则表示，口岸仍将视安全情形决定是否开放。背景分析：自2023年冲突升级以来，拉法口岸多次关闭，导致加沙与外界隔绝。此次开放尝试打破被动围堵状态，而其真正意义或在于向国际社会释放缓和信号。历史关联：自1990年代奥斯陆协议以来，拉法口岸便为巴以冲突的关键节点。此次若成功，意义在于封锁高峰有限开放的转折。那么，口岸重开是否将使加沙地区的封锁机制遭到根本挑战？中东政策专家认为，此步骤虽具象征意义，但若真正执行，可能成为突破加沙人道危机困局的新契机。19，谷歌首席执行官承认 OpenAI 在 ChatGPT 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据路透社报道，谷歌执行长桑达皮查伊近日在公开场合坦言， OpenAI 在 ChatGPT 的推出速度与市场影响力上确实领先谷歌一步。他表示， Google 当时已有类似产品雏形，但过于谨慎，错失了时机。如今 OpenAI 的成功迫使谷歌重新思考人工智能策略。皮查伊的罕见承认，象征着这家长期主导科技创新的巨头，在生成式 AI 战争中陷入被动防守。过去10年，谷歌主导搜索、云端与广告，如今却面对 ChatGPT 带来的颠覆压力。当全球都在压住人工智能，谷歌还能否重新夺回主导权？专家认为，谷歌未来的关键在于行动速度，在 AI 时代，犹豫就意味着被淘汰。20，委内瑞拉启动全国防御计划，以应对美国在加勒比海的海军行动。据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启动全国防御计划，以应对美国在加勒比海的海军行动。此举包括沿海与边境地区增兵，启用防空雷达系统，并动员上万人参与海岸防御演练。美国近期在加勒比部署多艘驱逐舰，声称是反毒行动，但马杜罗指责这是军事挑衅。这一计划的推出，使委内瑞拉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再度升温。自2019年华盛顿试图推翻马杜罗政权以来，两国关系始终敌对。如今的动员更像是对美方示威。这场新的加勒比对峙是否会引发拉丁美洲地区的军备竞赛？专家警告，这可能成为美洲大陆新的地缘政治火药桶。21，中美贸易战升级，盟友联合反对北京的稀土管制。美国拟对中国科技业实施软件限制。据彭博社报道，中国近日扩大稀土出口管制，将多种关键元素与精炼技术纳入出口许可清单。此举引发美国及欧盟强烈反弹，多国正协调反制措施。美国更计划限制关键软件出口，直击中国高科技产业。稀土是芯片、电动车、军工制造的核心原料。北京的举动被视为以资源为武器，试图在全球供应链中取得主动权。回顾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双方主要交锋在关税，如今战火已蔓延到科技与资源的深层领域。这场新的稀土攻防战会不会彻底改写全球产业格局？专家指出，若对抗持续，世界或进入科技冷战2.0时代。